中国男生不要搭飞机，你的伟大祖国要你们努力。你们浪费的每一炮是生产下一代的火药，所以中国男生不要搭飞机。我叫格雷，我是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一个吉他手。我中文其实是我自己学的，大概坚持学7个月。今年初我开始写一些新的歌，然后其中几个吸引了比较多一点的关注。3、4。假如今天把防火墙拆毁，你会发现你认识的一切有多虚伪。你要去哪探索你曾经看不到的世界？我们等着你加入。就在前1个月，有一些网友跟我联系说，你能不能帮我们写歌？然后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想呼吁全世界各地所有的政府跟体制，要求共产党拆毁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反人类的技术。搭飞机要黄片才好，人民日报满足不了，了解世界的真相要先把防火墙拆掉。那为什么要写关于中国的歌呢？其实我觉得中国人他们从出生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这时刻，他们信息的环境充满了谎言。我只有一个声音，如果我这个声音是用来维持这个让他们一直听到谎言的这个体系，我就是一个加害者。但如果我反而可以写一些东西，稍微去质疑我们所听说过的一些谎言，我觉得算是一种贡献。作为一个白人，用中文做这样的事情，必然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我说的是，无论是好还是坏。那很多白人，他们学的中文，他们选择用这个本领，用那个所谓财富密码，去中国去当洋务毛，去帮助那个共产党洗地。有人是这么选择的。我就是一个美国人，我先天就有言论自由，我凭什么去放弃我的言论自由，为了得到一些播放量？其实我觉得不值。中国男生不要搭飞机，你的伟大祖国要你们努力。你们浪费的每一炮是生产下一代的火药，所以中国男生不要搭飞机。我们的生育率衰落是大危机，我们的国家快要缺少劳动力，即便孩子养不起的，你们还是得努力。中国男生不要搭飞机，你不被允许看到国外的黄片，你这个世界应该用来去挣钱。你忙着996让国家变得更优秀，所以中国男生不要搭飞机。No， 中国男生不要搭飞机。其实我大概2月2号左右开始写这些歌，那个不要搭飞机那首歌应该是10几号走红，是一些人帮我转发，其中一个是那个推特上的李老师，然后我爆红了第2天发现我已经没有 B 站的那个账号，就让我有一点存在感，因为我都在中国平台上我都没做什么，但却有人发现我有做了什么在墙外，并且让我被封杀。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没有办法脱离幽默这个方式去对待一个越来越的荒谬的世界，就是因为大家怕在中国被封杀，所以他们写的绝大部分的东西都很无聊。中文这个世界里面还是存在很多的余地可以去发展，尤其是在艺术这个方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审查，因为只要是有人想做一些可以放在中国的东西呢，这些东西必然会越来越的无聊。对 ，Three little Chinese spy balloons in the sky. Here we go and a pew pew pew. Now there's two. 但最大的挑战就是写中文歌词。
因为我是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我比较会写和弦进行、旋律、节奏这些东西。其实我不怕冒犯人，但我怕我被误会，对不对？因为有一些话我们要说，但肯定会冒犯一部分人，这是没有办法脱离的。但如果他们冒犯是因为我用的词不对，那还是很遗憾。做这个事情要很多的勇气，但这个勇气不是说我已经拿了出来，我就有不断的勇气坚持做下去，反而感觉每天呢、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新来的压力跟担忧。虽然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很喜欢，我很期待看看坚持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可以说我了解做这样的事情有多难。如果有人选择不做的话，我也不会去批评他们。